小时候我们学过一篇课文，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我们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我的生命和我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这世界上最壮丽也是我最热爱的事情。我们今天来提前感受一下我60岁以后的生活啊。我计划就是这样计划的，60岁以后咱就坐在家里面，看着自己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啊，去拍摄的这些风光，体验的这些人文，然后一边吃着饭，喝着酒。你想看汪汪队，谁给你看汪汪队？爸爸的节目不好看吗？你看一下，来吧，行。这个咱这是烤鱼啊，不让自己回首往事时而悔恨，就是我过去几年所做的工作。人这一生找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容易，但大多数都谈不上热爱。能够把喜欢变成热爱坚持下来的人更是屈指可数。6年前我辞掉了工作，开启了名为旅行实则流浪般的生活。在机缘巧合下，我进入了自媒体领域，开始了一边四处游玩一边拍摄创作短片的职业生涯。3年前我结识了现在的妻子，2年前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1年前我决定再次去往之前因为生孩子中断的西北之行，所以去年我在新疆待了7个多月。从以上的描述听起来，我的人生似乎很精彩，已经跑赢了大多数人。20多岁就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30来岁就不用朝9晚5。我的工作就是驾驶着房车四处游玩，体验各地精彩的生活。因为赶上了自媒体的红利期，在互联网上我还拥有了超过100万级别的粉丝。我要是从他们每个人身上各挣1块钱，我现在也应该是年薪100万，住着豪宅，吃着大餐，而不是想买一件工作设备也得一忍再忍。为了省2毛钱的加油钱，被冻在大西北的冰天雪地里整整2天，老婆孩子更是常年分居，寄住在丈母娘家2年的时间。直到去年，我们终于下定决心出去租个房子自己住，结果因为想省钱，挑了个楼下放个屁楼上也能听到响，连一件生活家电都没有的房子来住。这次从新疆回家过年，我才知道老婆孩子常年在家用着9块9拼来的，炒菜时总是跑来跑去的炒锅，家里的家具也没几样是好的，孩子穿的衣服大多数也是几块钱拼来的。因为2岁左右的孩子非常好动，他总是在地板上跳来跳去，楼下的住户已经上来争吵过好多次了。现在在这房子里生活，感觉跟做贼一样，老是蹑手蹑脚，怕影响到别人。突然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似乎是有些失败了。无论是自媒体的本职工作，还是身为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就我的工作而言，我没有拍摄制作大众更喜欢的作品，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和更多人的认可。当别的自媒体账号都在发自己年入100万的后台数据时，而我却在为找不到好的选题10天半个月没有更新作品而编理由。我知道大多数观看节目的观众生活已经十分艰难，希望从我的节目里寻得一丝慰藉，而我却总是去一些偏远困苦的地区，搞得像个社会新闻调查记者一样，拍摄呈现那些大家好不容易逃离出来的现实。因为高傲的自尊心，许多年前就有人问过我做自媒体如何变现的问题。我当时底气十足地告诉他，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变现？我做这事儿是因为热爱，谈钱咱们就俗气了吗？而那个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朋友，在某平台卖他录制好的教人做自媒体的课程，短短半年时间就在深圳买上了一套房。而我还是和从前一样，因为长时间没更新视频而焦虑，因为旅行开销越来越大而发愁，为错过孩子的成长而自责。做自媒体这些年，我始终坚持着那份莫名的清高和孤傲，拒绝了所有的商务合作和平台邀约，就连拍摄流浪狗视频下大家所有的赞赏钱，我都拿出来买成了狗粮，因为我害怕别人说我博取他人的同情挣钱。我甚至为此专门拍摄过讽刺这种现象的视频，也去回怼过某些骗取阿姨退休金的博主而招黑。可当时代的大势所趋，平台上的博主都在演戏作假愚弄观众时，当所有的创作者都在根据大数据转变方向去拍摄那些受众更广的搞笑段子时，那个真正遇到困难而发声的人被人质疑成了骗子。那些真正制作高质量内容的博主因为没有流量而停更，我们真的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随波逐流吗？
我不想狡辩我在做自媒体上的失败，这些年既没为自己创造更好更利于创作的条件，也没为老婆孩子带来生活物质上的风雨。2021年我还相继查出腰肌劳损、胆囊炎等等病症。当我腰疼只能趴在床上时，当我胆囊炎犯了疼得满头大汗时，我也在想，这个世上道路何止千万，为什么我总是选择了那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为什么我总是把最好的笑容留给了陌生人，却老是和妻子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争得面红耳赤？为什么在别人眼里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在我这里却变成了生活压力？你他妈就不能拉下脸来给观众求个一键3连，给榜一大哥求个火箭游艇吗？我经常收到这样的留言和私信，说你变了。换做从前我还会反驳，而现在的我却只能苦笑。我已经30多岁了，如果我再一成不变，再像18岁那样天真烂漫，或许我可以过得很轻松，但那样的我该是有多不成熟，多么不负责任啊！责任使一个男孩蜕变为了男人，也能够使他用同理心去看待事物的本质问题。多年的漂泊使我形成了出门在外与人为善、不争不抢的性格，但骨子里我是一个坚毅好强的人，所以我在外和人打交道时总是笑脸相迎，回到家里却过不好自己的家庭生活。过去的2021年，尽管我多次尝试改变，却始终不见成效。当我老婆把我的房车开走，我只剩下一部手机时，那一刻我莫名的感到轻松，还去店里点了2个小菜，喝了1盅。那一刻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个富豪说他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就是1个月拿几10块钱工资的时候。人越是背负的东西越少，越能感到真正的快乐。可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容易？说转身就转身，说放下就放下，哪一样东西是可以轻易抛弃的呢？就拿我来说，我还有那么多的远方要去探访，还有那么一个可爱的女儿要照顾，我必须为自己的家庭找到一条出路，在成全自己的同时也负担起家庭的责任。2021年我还是和往年一样，为了环华10年这个目标，大部分时间自己一个人在外旅行，承受孤独和迷茫。2022年我想彻底改变这个局面，我不能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再让自己因为熬夜剪片加重腰肌劳损。尽管我个人对物质上没有任何需求，我可以3年5年不添置任何一件衣物，不买任何享乐型的物件，但我必须为孩子的未来考虑，让他们再回到农村生活显然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何况我还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假如庆幸我能完成这个10年目标，相信我也不会甘心闲在家里找个班上，我必须为下一个10年计划打下基础。但万事总是开头最难，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过得并不轻松，但我坚信只要有了目标和方向，你的坚持总会有所收获。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当初只有1辆面包车和1万块钱资金就出发了的人，也走到了今天，不是吗？2021年我已经将它记录成了影像，封存在了过去。2022年我相信每一个关心我的朋友都希望我过得越来越好，加油，我们一起去给这个世界一点颜色瞧瞧。